村兒1000多戶全都没有人住了，而且这家发现了一个大门垛子，这家真好，还有车库。这里边还有一家，它这是2家。你看这个富贵平安，这个门垛子挺好啊，门口大石狮子，这块还有个车库，上面写个府。看一看黑龙江绥化呀，这村屯啊，这各家都没人了，这房子全空着呢，都没人了。看看啊，都没人了，都走了，进城了，打工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东北3省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曾是中國的工業長子，承載着鋼鐵、煤炭、機械等重工業的輝煌。然而呢，隨着市場化改革與產業結構轉型，傳統的重工業逐漸失去競爭力，大量國企倒閉，地方債務高企，房地產市場低迷，經濟增速長期落後於全國的平均水平。這個小鎮已經快變成無人小鎮了，這是最主街，就是最繁華的商業主街，就這種房子都已經看徹底塌了，都沒人管了，就說明這個社會沒人了，房子都這樣了。前面這種新蓋的樓還有點人家，但是你看所有的哈，這個現在是晚上6點鐘左右，所有的門店全關門，什麼出租車隊。這就是俺們屯子300多戶，以前那時候你沒啥事上大道上，你一看這老人小孩的說話嘮嗑的那老熱鬧了。現在我就這麼跟你說吧，你就光腚子在這屯子跑一上午，都不帶有人看你的，沒人。馬雲說的話應驗了，東北的房子成白菜價了。黑龍江雞西一套65平的房子1萬多塊錢拿下，折合單價153塊錢一平。普通老百姓2月工資輕鬆拿捏一套房，這還帶啥房貸呀？這便宜你敢占嗎？你有沒有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？長春900多萬人口，難道大家都不吃飯了嗎？我剛剛下樓吃口飯，店裡一個人都沒有，我以為他們都回家吃飯了呢。可是到菜市場裡一看，也沒有多少人。大家呀都說他們點外賣了，外賣小哥也是一臉懵逼。訂單雖然多呀，但是一天也掙不了幾個錢。那就有人問了，說大家都回縣城了，縣城裡也沒有多少人啊，商場裡的人吶，少的都能遛狗。現在更讓人想不到的是啊，從北方到南方，從長春到其他城市，這種現象啊，全國都在上演。瀋陽的房子現在已經跌到15年、16年房子沒有漲價時候的價格了。有的人覺得跌的還不夠，甚至還讓它往回跌，跌到06年時候的房子水平。我就告訴你，太有可能了，因為現在二手房的市場不是你賣多錢的問題，壓根就沒有人買。現在新房都特別便宜，誰去買二手房啊？這麼多房子都是空的，住的人呀不足10戶人家。你看這麼多樓房，包括後面那一排也是都沒人。國家總說振興東北，它都沒有人怎麼振興啊？我們今天的位置是瀋陽沈河區的青年大街，瀋陽貿易天地。這個商場也是開業好多年了，似乎只是路過沒啥存在感的商場。它的北側就是佳兆業，裡面還有個大潤發超市。我們進來了呀，這裡面好像是沒人啊，我懷疑自己進的是不是商場，根本沒有商場該有的樣子，空空蕩蕩，鴉雀無聲，店鋪都是關閉的狀態。還別說吉野家和蘇式牛肉麵，這2家餐飲還在正常營業。今天是周日的上午11點左右，就這狀態。完了，這不完了嗎？體育場房價都幹到7000多了，這是大連，都趕上4、5線城市的房價了。小區環境還挺好，還挺新的。這是我們花40多萬買來的教訓。從買房到現在已經5年了，兜裡的錢比臉還乾淨。今天又半夜才到家，左先生給我留了飯，熱一下就可以吃啦。今天無意間了解了小區的房價，看完之後心裡很不是滋味，把明天的午餐打包一下。為了攢錢，我們都是自己做飯。我們在20年的時候花70多萬買的小3室，貸款50多萬，每月房貸4000多。如今小區同戶型的只收30多萬，加上利息，現在妥妥虧了40多萬。再把明天的粥給煮上，明天就可以多睡會兒了。早知道還不如躺平呢。想想這幾年的奮鬥全都白費了。
真的是血的教训。咱大连曾经的一线商场百年城宣布破产了，消息一出，很多人都不敢相信。百年城是2002年开业的，想当年去百年城消費，那可是妥妥的財富和身份的象徵。第一家蘋果店就開在這裡，還有大連第一家星巴克，想喝就得老老實實的排隊。服裝、珠寶、手錶，好多國際大牌都以能在百年城開店作為自己在業界地位的標誌，特別是挑高35米的玻璃幕牆，賊氣派。這次的破產重組，屬實讓人唏噓不已。大連買房5年，淨虧了70萬。昨天和朋友聊天，他滿臉愁容的跟我吐槽，5年前在大連買的房子，如今竟跌成了這樣。為了給孩子一個安穩的家，他們全家省吃儉用了好些年，從工作後就開始拼命存錢，好不容易攢夠60萬首付，以150萬總價買下一套100平小3房，剩下的90萬辦了房貸。那會兒她和老公都在上班，雙職工收入雖不算高，但還能勉強扛住房貸壓力，日子雖緊巴，卻透着對未來的盼頭。可誰能想到，這幾年大連房價一路走低。博主說，更糟糕的是，朋友的丈夫上個月突然間被公司辭退了，家裡收入一下子砍掉了一半，每月的房貸立刻成了壓垮全家的重擔。在走投無路之下，他們打算賣房子，卻從中介口中得知，這套房子如今最多只能賣到85萬，比當初買入時呢虧了將近一半。要知道，這房子可是他們多年辛苦打拼的全部的積蓄，如今呢卻大幅貶值，朋友因此愁得好幾晚都睡不着覺。她只能不斷地安慰朋友，勸她讓丈夫盡快地找到新的工作，相信這段艱難的日子終究會過去的。今天陽光明媚，但心情複雜。這是在艾森哲的最後一天，往昔的忙碌歡笑仍在，如今只剩惆悵。再踏此地，步履沉沉，奮鬥之友皆為曾經。今天是最後一天，作為艾森哲員工，再進來一次。我的小工位，拜拜啦！你們買房的現在都後悔了嗎？反正我已經是後悔了，我就是在2020年房價最高的時候上的車，現在的房價還在一直降，基本上可以確定房地產的大勢已去，以後的房子會越來越不值錢。當年在高峰期買房的呢，現在也只能自認倒霉，包括我也是，因為我們的出生人口在不斷的減少，老齡化越來越嚴重，但是房子越來越多了，沒有那麼多人，房子以後賣給誰？未來1-2千一平方的房子，說不定滿大街都是。這博主和丈夫原本在同一家公司裡上班，卻不幸同時遭遇裁員，家裡還有房貸要還，一時間陷入了困境。好在幸運的是，她丈夫很快找到一份新的工作，才讓生活逐漸穩定了下來。說不上難過，就是突然慌了。房貸、車貸每個月要還，全家瞬間斷了收入。我和老公雖不在一個組，但在也同一家公司。他看着身邊同事慢慢被裁，就悄悄提前找工作。每天下班後變着法給我做愛吃的菜，晚上熬得很晚，改簡歷、投崗位，讓我焦慮。從來沒在我面前抱怨過一句苦。沒等到裁員電話來，他就直接放棄賠償金，接了新 offer， 也多虧了他的未雨綢繆，半個月就穩穩銜接上了新工作。為什麼說10個創業9個後悔？瀋陽剛剛有一個飯店，幹燒烤的大飯店，挺大，門臉也不小，一看呢裝修啊加房租啊就得幹進去幾十個，而且是大幾十個，而且裝修1個多月，還挺豪華，肯定不是那麼差啊。刷新了倒閉記錄，僅用了7天時間幹關門了，而且這個老闆算是人間清醒，你知道嗎？就是早關門啊，早停止虧損。所以現在生意就是這樣，如果你做實業，你不管是開飯店也好，幹啥也好，真的是10個創業9個後悔。博主說，你打算創業嗎？勸你這2年千萬別動這個念頭，現在做實體的幾乎都是賠錢，市場太飽和了，競爭又太激烈，尤其這波經濟下行，大家雙11都不願意花錢了，不是東西不便宜，而是再便宜也沒人買了。打工10年，準備回老家種地了，混不下去了。我老家不是黑龍江的嘛，然後就是我現在在大連，從我不上學開始，然後我就來大連打工，就是一晃已經過這麼多年了。因為大連這邊就是說也沒房沒車沒有工作，現在今年已經失業1年了。
所以我就想過段時間不行就回老家嘛，回老家家里还有地，回老家去种地。博主佳佳说，他老家在农村，家里养着鸡鸭，還有苞米、大米，所以他很想回去種地。在大連，他每個月都要付房租。如果回到老家，不僅能夠省下這筆開銷，還能夠自己種點菜，養些雞鴨鵝，生活也更自在。只是他心裡始終會有顧慮，擔心親戚朋友鄰居會笑話，說他在外面拼搏了這麼多年，到頭來卻是一無所有。正因為如此，也讓他更加猶豫不決。兄弟們，該說不說呀，現在這餐飲真是太卷了。你看這全都閉店了，這曾經是個自助餐呢。往前走，秋姐排骨米飯，那个是饮品店。这怎么都關門了呢？鳳凰烤麵、豆皮兒、炸串、魷魚、豬蹄兒，這生意難做呀。爸，怎麼了？房子現在不能賣，你聽我說，為啥說不能賣？咱家房子買早了，咱130萬買的，現在就能賣55萬，咱們賠了75萬，不能賣。現在就這麼住着吧，咱們這75萬多少年能掙回來？我現在你別說了，我現在我已經上老火了，75萬那不是一個小數目啊！咱現在不管是首付賠沒了，裝修、家具家電都賠沒了。行了，別說了。兄弟們，我現在在明天廣場了啊，21世紀這邊。我今天走到這兒，突然發現這會兒以前幹挺好的一家理髮店竟然黃了。我聽我店員說已經黃好1個月了，他家之前可火了。我在他家也辦過卡，剪得挺好的。最狠的時候都排隊，之前旁邊理髮店啊都幹不過他家，但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間，在7、8月份的時候就已經黃了，突然間搬走了。博主說，如今的門店一旦空下來，就很難再租出去了，短期內幾乎沒有希望。前面有一家午夜拌麵，從今年夏天開始就開始掛出了轉讓的消息，一直掛到今年的夏天也沒能夠對出去。老闆最後無奈的選擇停業，從那時起，店面一直是空置到現在，已經閒置有半年多了。博主說，現在門店空置率太高了，實體生意真的是越來越難做了。你能想到嗎？大連下一個倒閉的商場是哪？旅順的新瑪特黃了，西安路的麥凱樂倒了，我們開發區的麥凱樂也撤店了。這3個商場分別在大連不同的區域，都在大連幹了10年、20年，不知道又有多少人因此而失業。再看看這些沿街的商鋪，轉讓的轉讓，副隊的副隊，關門的關門，瞬間呢，有種莫名的心酸和難過。今年確實應該是實體店最難的一年，但是接下來要面臨的可能是更難。曾經瀋陽市的標誌性的商場，下月15號正式關業。你說他做錯了什麼嗎？我覺得並不是。當年的大品牌，GUCCI啊、LV 啊都有，怎麼黃的？可能咱也不知道啊。可能是因為時代的變遷，也可能是新的品牌入駐。黑龍江省尚志市石頭河子鎮東嶺村，現在是2025年了，每次出行還都是這種水泥路。一場雨過後，整個路面基本上都是這個狀態。我們開着4輪車還都來回的漂移，而且村裡的路更加的糟糕。而且村裡也沒有任何的公共交通，這70多戶人當中，最年輕的也都50多歲，很多老人都是徒步到街裡去買東西。西安路的麥凱樂竟然要閉店了，那可是大連的西安路啊，開了20年的麥凱樂，平時去感覺人也不少啊，怎麼說關就關了？這地方要是商場都開不下去，那還有哪兒能建大型的商場呢？這一弄不知道多少員工企業主就要面臨擇業了，今年注定又是掙扎的一年哈。作為普通人，還是多存款少透支，規劃好自己的錢袋子吧。看新聞沒？瀋陽華潤萬家沈金店閉店了，心裡有種莫名的一個失落感啊，也不知道現在的經濟怎麼了。熬過了最艱難的3年疫情，原以為呢今年呢會越來越好，但是實體今年呢太難了。
今年接觸的老板們呢，都是負債累累啊，希望明年呢會越來越好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，請您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